一个光膀子的小男孩在丛林中奋力奔跑，像是在躲避着什么东西的追捕。是这只狼？不是，狼群也越过他逃跑了。小男孩的身后传来一声声低吼，男孩矫健的身姿在树枝与藤蔓之间跳跃，身后的低吼声越来越近。男孩奋力一跃，树枝应声断裂，随即一只黑豹便将男孩扑倒在地，说：“快给我几支糖浆 Are you kidding？ 所有猴还找我要几支糖浆 You must be the very worst wolf I've ever seen. 这就怪了，明明是个人，黑豹为什么说他是狼呢？原来这个小男孩小时候被遗弃在森林里，是黑豹发现了他。为了能够让小男孩活下去，黑豹将他托付给了狼族。从此，狼孩便每天和小狼崽子们一起练习奔跑、捕猎，一切幸福而美好。谁知，森林很快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季。河水中的和平盐显露出来，森林进入了枯水休战期。根据丛林法则，盐水比进食更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动物都可以和平共处。在大家聚集饮水时，狼孩用人类的小伎俩，用果壳和藤蔓取水。这个行为遭到了狼爸的训斥，因为那不是狼该干的事儿。其他动物虽然好奇，但对狼孩也没有恶意，除了这只老虎，所有的动物都非常害怕它，因为它根本不听法则的建议，经常滥用权力，肆意捕杀。老虎嗅出了这个地方有人类的味道，他非常厌恶人类，因为他那张脸就是被人类烧焦的。让狼族交出狼孩无果，老虎只能暂时离去。可临走前，他留下了极具威胁的话：雨季还会再来，当枯水期结束，便是他重来之日。那时，他们就要好好掂量这个孩子值几条狼命。雨季很快到来，狼族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由黑豹将狼孩护送回人类的世界。途中，他们遇到了大象群，黑豹拉着狼孩俯身致敬，因为大象是森林的缔造者。经过一片草丛时，黑豹好像发现了异样。What, now we have to bow to the buffalo too? Listen to me, this is not a game. You're gonna run to that ravine. Bagheera, I'm not taking one more step. 狼孩奋力向峡谷奔去，眼看老虎越来越近，疾驰的水牛群突然将老虎撞翻在地。狼孩抓住这个机会，奋力一跃，跳进了峡谷。一人一虎就在这狂奔的水牛群中怒目对视。狼孩瞅准时机，抓住一只水牛的脚，借助冲力躲过一劫。不知过了多久，狼孩终于醒来，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现在正处于生死的夹道，下方是急速的河流，上方是泥石流滑坡。生死挣扎下，狼孩选择了跳进湍急的河流。不知飘了多久，狼孩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Hi, don't be scared. I'm not gonna hurt you. 寡姐吐着通红的舌信出现在狼孩身后。蟒蛇的声音摄人心魄，迷迷糊糊中，狼孩从巨蟒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在一次旅途中，他的父亲遭遇到老虎的袭击，父亲为了保护他被老虎杀死，同时老虎的脸也被火焰烧伤，而他被黑豹发现才得以存活。巨蟒边说边用身体慢慢缠绕住狼孩。You can be with me if you want. I'll keep you close. Let go of your fear now. Trust in me. 当狼孩再次醒来时，一张大脸映入眼帘，吓得他连连尖叫。镇定下来才知道，是这头大棕熊从蛇口中救下了他。不过，这头棕熊是一个大忽悠，救他可是有条件的。Can you climb? 大忽悠将狼孩带到了一处悬崖下，极目望去，悬崖顶端悬挂着许多蜂巢，他的任务就是爬上去把蜂蜜取下来。狼孩当时就傻眼了。You're kidding me, right? 这么高的地方不死也得半残啊！大忽悠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打起感情牌，成功将狼孩忽悠上了崖顶。狼孩在悬崖顶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痛，大忽悠则在悬崖底下不停地灌输着心灵鸡汤，连他的邻居们都很无语，还骗了一只猴子，现在又忽悠来一个孩子。最终狼孩还是顺利地踹下了一个蜂巢。大忽悠很看好狼孩的小伎俩，他最不喜欢的是黑豹动不动就提丛林法则，他努力了很多年都得不到这些蜂蜜，人类的小伎俩却可以轻易取得。大忽悠鼓励狼孩开动大脑，运用更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联手制作出藤蔓桥，通过目标移动，将悬崖上的蜂巢全部取了下来。在那次伏击之后，黑豹终于找到了狼孩。看着眼前狼孩制造的小伎俩，黑豹快要疯了。 There's no place in the jungle for these tricks.
既然想做这些，明天一早送你回人类那里去。入夜，狼孩听到一阵阵大象的嘶吼，一群大象焦急地围在坑边，走近一看才知道一头小象掉进了深坑。狼孩见状，赶紧飞奔回洞穴取来绳子，然后跳下深坑，将绳子绑在小象身上，顺利让小象脱离险境。闻声而来的黑豹和大忽悠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忽悠更是感叹道：“他真是很特别，就让他做自己不好吗？”黑豹呵呵一笑：“我养大的孩子特不特别，我能不知道吗？可现在他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险境，狼族也无法护他周全。”当日老虎伏击狼孩失败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来到狼族杀死了狼王，并且待在那里，时刻等待着。为了杀死狼孩，他可以不择手段。得知这一切的大忽悠沉默了。目前来说，狼孩真的只有回到人类那里才会安全。于是大忽悠开始哄骗狼孩，跟着黑豹继续未完的旅途。But I want to stay here with you. We're buddies, aren't we? Huh? No, we were never friends. I mean, I certainly never thought of you as my friend. I mean, you helped me get honey, and I don't really need you anymore, but... 大忽悠的话深深刺痛了狼孩。前一秒，狼孩还坐在树上感伤，下一秒，狼孩就被一只猴子抛到了空中。越来越多的猴子出现，像接力一样将狼孩向前输送。黑豹和大忽悠见状不妙，紧随其后追赶。猴群的传递速度越来越快，谁也不知道狼孩将要被带到哪里。很快，伤痕累累的狼孩被扔到了崖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矗立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座人类的宫殿。宫殿内部不仅堆满了人类的生活用具，还有一个异常庞大的身躯——猩猩王路易。路易王直言，他拥有无上的财富和势力，可以保护他不受老虎的迫害，但条件是要告诉他拥有红花的办法。只有得到红花，他才能真正统治森林，进化为和狼孩一样的人类。可狼孩却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个东西。路易王根本不相信狼孩的话，只要是人类都知道如何制造并使用它。正在路易王威逼恐吓狼孩时，棕熊大忽悠出现在了门口。大忽悠再次发挥自己的特长，对着路易王就是一串彩虹屁，将对方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与此同时，黑豹出现在了另一个洞口。趁着所有猴子不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带走了狼孩。可还未走2步，就被一只猴子发现。感觉到受骗的路易王发出震天的嘶吼，所有的猴子开始向他追去。路易王轻而易举将狼孩围堵在一处门楼里，并将狼王已经被老虎杀害的消息告诉了他。狼孩一时无法接受，可眼前的麻烦还是要解决。于是狼孩凭借着身躯的优势，在宫殿中四处躲避路易。最后，狼孩看准时机，朝着一个窗口奋力一跃。路易王不仅被成功阻拦，还被倒塌的宫殿深埋其中。从路易王那里听到的消息得到求证后，狼孩跑到人类的村庄，从那里偷走一根火把，开始拼命向狼族奔去。可他的举动惊扰了整个森林。带火上山，牢底坐穿啊！所经之处，火海泛滥，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疯狂地向河边跑去。老虎应声出现，淡定地说：“他们现在更害怕的应该不是我。”狼孩这时才发现，在他的背后，森林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所有的动物都露出了恐惧的目光，连最亲近的小狼崽都不敢靠近他。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手中的红花，加上老虎不断的激将法。狼孩愤然地将火把丢进河中。老虎奸计得逞，这下狼孩一无所有了。可是他错了，棕熊、黑豹、狼群全部站了出来，共同朗诵起丛林法则。The wolf that keeps it may prosper, but the wolf that breaks it will die. Fools. Like the creeper that girdles the tree trunk. The law runneth over and Fine. Rise up, all of you. Want to put yourselves between me and the man cub?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is the pack. Have you all in my teeth? 大战一触即发，狼孩也随着狼群冲向老虎，半路中却被黑豹拦住。黑豹告诉他，他永远无法像狼一样战斗，他应该用更适合自己的方法。狼孩随即领悟了其中的含义，开始奋力向火海奔去。为了给狼孩留出更多的时间，黑豹、狼群、棕熊前赴后继地与老虎厮杀。终于，老虎追进了那片森林火海，狼孩奋力爬上一棵大树，老虎紧随其后。最终，狼孩被逼到一处绝路，他踏上了一根毒枝，而这根枝干的尽头就是绵延的火海。Either I'll devour you or the red flower wi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How long did you really think you'd survive against me? Longer than your father did? Longer than Akila. 老虎的话激起了狼孩内心的愤怒，他目光坚定且凶悍的大吼。
闻言，老虎奋力向狼孩扑去，谁知狼孩侧身一跳，抓住一根藤蔓，顺利跳上了他提前准备好的踏板上，而老虎由于身躯过重，压断了枝干，直直的摔落下去，葬身火海。大象为了感谢狼孩的救命之恩，用长牙在地上挖出沟渠，将水流引向火海深处，顺利熄灭了这场灾难。此后，狼孩仍继续生活在丛林中，只是他不必再为自己的智慧行为而烦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狼。我们有时就会像这个狼孩一样，时常觉得自己是异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抗拒周围人的生存法则，却又不得不遵守；排斥别人所灌输的心灵鸡汤，却又不得不听从。可你要明白，你的不同是上帝对你最大的馈赠，正是你的不同才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你的重要原因。